人生最珍贵的奢侈，不是你拥有多少，而是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等待一件事情完成。在这个连喝水都嫌慢的2026年，还愿意安安静静地看着一个茶壶，慢慢地把一片茶叶叫醒，这本身就是一种顶级的治愈。你现在正看着的这把茶壶，它在我的奇妙屋里已经待了，我也不记得多少了。它的颜色像是一块被岁月温柔打磨过的琥珀，或者是深夜里老钨丝灯发出的那种深邃的琥珀光，温暖但不刺眼。它不可爱，也没有多精致的雕刻，但它有一种让人看一眼就能安静下来的定力。这定力是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换来的。很多人看它只是一把陈旧的紫砂壶，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沉默的时间储存器。故事的开端，它不是在繁华的都市霓虹下，而是诞生在一个充满陶土气息的小作坊里。你可以想象，在那双长满老茧的匠人之手中，泥土被揉捏、拍打、塑形，最后被推进高温的窑炉里。那个时候，它还不是老茶壶，它是一个新生的灵魂，尖锐、干燥，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未知的紧绷感，就像我们每个人刚步入社会时一样，对一切都充满了防备。但茶壶的生命是从承担开始的。当第一泡沸水冲进他的身体，他学会了什么叫沸腾。那滚烫的水不是为了伤害他，而是为了帮助他去唤醒他肚子里的茶叶。在那个瞬间，原本干燥卷曲的茶叶在他的保护下慢慢舒展，释放出那股埋藏已久、带有泥土与阳光的清香。这是一个多么温柔的仪式啊！青雨把沸腾的焦虑交给茶壶，让它用泥土的身体去包容，最后化作一盏平静的茶汤。这把茶壶，它这一生不知道承担过多少次沸腾。你看它表面那层淡淡的光泽，那可不是什么昂贵的抛光剂，那是无数次茶汤反复浇淋，无数双温柔抚摸后留下来的包浆。这就是时间的痕迹，是它与人类、与茶叶温慢共舞的证据。在现代都市的快节奏里，我们总是害怕变老，害怕留下痕迹。但老茶壶告诉我们，痕迹其实是故事，那些被茶汤滋养过的纹路，才是它最美丽的地方。就像我们脸上的细纹，每一条都是我们曾经热烈生活过的 proof。这把茶壶，它不需要说话，只需要静静地待在那里。它的灵魂就是一种无声的陪伴。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总是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等待、去滋养的。而当你愿意温柔地对待一把茶壶，它也会用它几十年积累的温婉，回馈给你一盏最纯粹、最去忧的清茶。我们太习惯于立刻，在这个时代，只要手指点一下，什么都能立刻送到面前。但立刻往往意味着省略，省略了等待的耐心，也省略了事物发酵的深度。茶壶则不同，它生来就是为了否定立刻的。记得这把茶壶还年轻的时候，它也是个急脾气。那时候只要水温稍高一点，它就会把茶叶里的苦涩味一股脑的全逼出来，完全不懂得什么叫缓冲。那时候的茶汤虽然香，但带着一种生硬的锐利，喝下去心里会忍不住紧绷。那时候的他就像一个刚刚掌握了某种技能的年轻人，恨不得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却忘了恰到好处才是最难的。但时间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不急不慢，用一次又一次的沸腾来打磨它。每冲泡一次，茶壶的气孔里就会多留下一点茶油，它的身体就会变得更滋润一点。慢慢的，
他学会了吸纳。他不再把所有沸水的冲击都直接传导给茶叶，而是先用自己的温暖的身体把热量承接过来，然后再缓缓地、均匀地释放出去。这就是包容的开始。他明白了，生活里的那些沸腾，那些突如其来的压力，那些让人焦虑的瞬间，并不一定要立刻反应，更不需要原样反弹。你可以先把它承接过来，用自己的温度去中和它，去沉淀它，最后只让最精华、最温润的部分流露出来。看着这把老茶壶，你仿佛能看到它肚子里那股缓缓打转的热气，那是它在用几十年练就的定力，在驯服那一股股原本焦躁的水流。它让原本无序的沸腾变成了一场有节奏的舞蹈。茶叶在它的腹中不需要惊慌，只需要安心的舒展，把所有的香气都交给它。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用老茶壶泡出来的茶总是特别顺口。那种顺口不是因为茶叶变得更贵了，而是因为茶汤里少了一份急躁，多了一份岁月的沉淀与包容。它不跟沸水争高下，也不跟茶叶抢风头，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载体，让一切都在它温暖的怀抱里达到最完美的平衡。这把老茶壶，它在奇妙屋里见过无数个在都市里迷失、疲惫的灵魂，他们来到这里也往往是带着一身的沸腾，而我只需要用这把老茶壶为他们泡上一盏茶。看着他沉默的身体，闻着那淡淡的包浆香气，很多人原本紧锁的眉头会不由自主地松开。他们在茶壶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即使面对沸腾也能保持温润与定力的可能。老茶壶用他的一生在证明，有些尖锐是可以被时间和耐心慢慢磨平的，有些苦涩是可以被温暖和包容慢慢转化的。这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法，这只是时间在泥土上完成的最平凡也最动人的奇迹。你有没有注意过，某些物品用久了，会产生一种无法言喻的魅力？它不是新的，甚至有些磨损，但它在哪里？就像一个磁场，让你忍不住想去接近，去触摸。在茶壶的世界里，这种魅力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包浆。很多人误以为包浆只是茶垢或者是不干净的痕迹，不，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茶垢是懒惰的产物，是粗糙的堆积，而包浆是时间、温度与爱共同完成的艺术品。它是老茶壶最骄傲的勋章。你看这把壶，它的表面呈现出一种优雅的琥珀光泽。那光泽不是浮在表面的，而是仿佛从泥土深处透出来的。那是几十年来无数次沸水的冲淋，无数次茶汤的滋养，最重要的是无数次双手的温柔的抚摸。每一次抚摸，人手上的微量油脂与茶汤里的精华都会与紫砂泥的气孔进行一场微小的、温慢的交换。这是一种物品与人之间的养成，它不是冷冰冰的买卖，而是长久的陪伴与相互成就。你给予它时间与耐心，它则用这种独特的温润光泽和更完美的茶汤来回馈你。青雨，我最喜欢在深夜，奇妙屋安静下来的时候，静静地看着这把壶。在柔和的琥珀色灯光下，它表面的包浆会呈现出一种深邃的层次感。每一处色泽的变化，每一点细微的磨损，都记录着它曾经承担过的沸腾和它曾经陪伴过的人。这让我想起，在我们这个2026年的现代都市，人们是多么崇拜全新和无痕。我们换最新的手机，穿最潮的衣服，害怕任何东西变旧，甚至害怕自己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我们总觉得旧了就是坏了，就是过时了。会心一笑，
但老茶壶告诉我们，真正的价值往往是在旧中产生的。那些被岁月温柔对待过的痕迹，不但不是瑕疵，反而是它灵魂的所在。包浆让一把原本普通的泥壶变成了一个有故事、有温度的生命体。它不惧怕时间，因为时间是它的朋友，是它的养分。每多一年，它的包浆就更厚实一分，它的内涵就更丰富一点。它在那里静静地散发着一种定力，那是一种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的自在。它仿佛在说，不用急，慢慢来，岁月会给你最好的恩典。在奇妙屋里，当我把这把壶递给那些疲惫的客人，让他们触摸那种温润的包浆时，很多人会露出一种安心的表情。温柔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触摸到了一段踏实的时间，一段没有被遗弃，反而被温柔呵护过的岁月。这就是包浆的力量，它无声地治愈着我们对时间的焦虑。在奇妙屋的这些年，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人们在挑选物品时，往往追求完美无瑕。一个小小的黑点，一道细微的划痕，都可能成为拒绝的理由。但当他们面对这把老茶壶时，却很少有人挑剔它的不完美。你看，它其实并不是完美的。壶嘴这里有一块极小的缺口，那是很多年前一位客人在喝茶时不小心磕到的。壶把下方有一道深褐色的痕迹，那是某次冲泡浓茶时遗留下的茶渍，已经渗入泥土，再也洗不掉了。还有壶身，如果你凑近了看，会发现有无数细小的不规则的划痕，那是几十年来它在茶盘上移动，在毛巾上擦拭所留下的印记。如果按照现代工业的标准，这把壶简直处处都是缺陷。但奇怪的是，正是这些缺陷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生命感。如果它是一把刚出窑、完美无瑕的壶，它只是一个漂亮的工业产品。但因为有了这些痕迹，它才成为了这把老茶壶。那个缺口记录了一次意外的相遇，那道茶渍见证了一次浓烈的表达，那些划痕是无数次平凡日常的累积。这些所谓的瑕疵，其实是他生命的纹理，是他活过的证据。这让我想起，我们对待自己，往往比对待物品还要苛刻。在2026年这个随时都在被展示的都市里，我们努力隐藏自己的缺陷，自己的脆弱，自己那些不够好的过去。我们追求像滤镜精修过一样的完美人生，害怕任何一点失败或瑕疵会让自己看起来不够强大。我们活得小心翼翼，就像一把害怕被磕碰的新壶。但没有经过沸腾的壶，又怎么能泡出好茶呢？没有经历过磕碰与磨损的生命，又怎么能产生温润的包浆呢？看着这把老茶壶，你其实可以学会放松。它在那里沉默地展示着它的不完美，但它依然是一把好壶，依然能泡出最香醇的茶，依然被我珍藏在奇妙屋里。它仿佛在无声地告诉我们，有痕迹并不代表你坏了，有瑕疵并不代表你没有价值。相反，那些你曾经受过的伤，那些你以为的失败，那些岁月留下的痕迹，才是让你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有深度的地方。真正强大的生命，不是没有瑕疵，而是能包容自己的不完美，并将其转化为独特的魅力。就像这把老茶壶，它把所有的瑕疵都融进了它温润的包浆里，成为了它生命中最动人的部分。所以，
当我们在2026年的都市霓虹中感到疲惫时，不妨慢下来，看一眼这把老茶壶。它不需要什么高科技的算法，也不需要日新月异的功能，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它的本分，承担沸腾，酝酿香醇。在追求速度与完美的时代，老茶壶用它的一生诠释了温慢的力量。温是泥土的温度，是包容的态度；慢是时间的积累，是滋养的过程。它告诉我们，有些东西真的急不得，你必须给时间以时间，给耐心以耐心，最后岁月才会回馈你一盏去忧的清茶和一副温润如玉的身体。这就是奇妙屋里这把老茶壶的故事。它不是什么无价之宝，但它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定力。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希望你也能摸摸它温润的包浆，感受一下那股沉默而强大的时间力量。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把充满故事的老茶壶，或者你也渴望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点温慢的治愈，别忘了订阅我们的小柚呢卡披桑奇妙屋，点亮小铃铛。每一次你的点赞和留言都是对卡披桑最大的鼓励。下一集我又会从柜子里拿出什么奇妙的宝贝呢？我们不见不散。